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歡迎來賓，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張延廷張將軍。思敏好，大家好。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正老師。思敏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厲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再次的提醒大家，因為我們的節目持續的上 YouTube 的熱播影片，在國際的排行榜中越來越好了。謝謝大家持續的看到 YouTube 上面的熱推薦，記得幫我們按下熱推這2個字之外，如果沒有看到，也歡迎大家在留言板持續的幫我們留言，寫下熱推2個字，讓我們持續的一起來關注美伊之間的這一場戰事。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要特別來關心到是審判倒數，現在這個納坦雅胡乾脆直接開火了，他空襲的黎巴嫩已經釀成了至今上千死傷，被轟說他是用戰爭為自己的政治來續命。另一方面，以色列內部也怒嗆說，川普的停火根本對以色列來說是一場國恥。川普的部分則是面臨內外交火，現在 Mega 自己內部反噬，美國從拒戰到現在強推，恐怕青年要上戰場嗎？而且現在網友嗆說，川普你讓自己的兒子先上吧。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趕快來看到這一場戰事到現在完全沒有停火的跡象。伊朗的最高領袖穆吉塔巴再度的对外喊話，他說：接下來我要為我的父親來復仇，並且我要持續掌管荷姆茲海峽，現在進入到了全新的管理階段，要求美國接下來要支付戰爭的損失。但是這場戰爭要不要停下來？當然了，以色列占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在9日的時候對黎巴嫩持續的發動的這一場空襲，造成了245人死亡，上千人受傷。與黎巴嫩他現在說的受到這個川普的壓力嗎？他現在說呢，除了發動攻擊之外，另外他也願意與黎巴嫩來持續的談判。那麼現在也在看說，為什麼納坦雅胡要在這個時間點上發動攻擊，會不會跟他的政治生涯是有關係的呢？來自於路透社的獨家報道，特別講到了納坦雅胡的這個涉貪案，在12日開始，本月的12日開始就會開始重新審理了。納坦雅胡接下來恐怕面臨監禁，會不會就是因為在這樣子的原因之下，他決定要轟這個黎巴嫩，在審判倒數前來開火，被視為是為了政治續命來做的一個操盤。另外一方面，看到以色列的內部也完全的炸鍋了。以色列的議員怒嗆川普說：“你去和伊朗談判，對於以色列來說就是國恥。”以色列的反對派也說，這場外交操作是以色列史上最大的一個災難。不過，我們也來看到英國衛報針對以色列的各種動作做出了諷刺哦。他認為納坦雅胡這一戰3大目標到現在打了半天是全落空，包括沒有推翻伊朗的政權，沒有得到核武啊，現在是連實質削弱伊朗都談不上。而是3月以來，我們看到以色列光是對於黎巴嫩的攻擊，造成了死亡人數超過1800人，當中有許多都是孩童，至少有130名的孩童，另外還有120萬人至今流離失所。今天節目開始要特別請教苑老師，納坦雅胡在這個涉貪案要開審之前前夕對黎巴嫩開火，造成上千死亡，就是為了自己的政治續命，還是為了國安的需要呢？同一時間，伊朗我們剛剛看到了穆吉塔巴說他要為父報仇，那麼以色列的內部則是喊說停火是國恥。現在看起來是不是沒有人願意停下這一場戰爭？苑老師怎麼看？這個納坦雅胡啊，為了自己的政治續命啊，已經搞了2年多了哈。為什麼呢？因為從這個2年多以前的這個阿克薩洪水事件，就是攻打這個哈馬斯的時候啊，一開始還裝模作樣的，不忍心太狠啊。那時候我記得我在節目中還討論過，有轟炸了一個醫院呢，以色列還強調說沒有。之後的話呢，就完全改變。現在的話呢，整個這個加沙走廊跟這個大安區一樣密集啊，現在被炸得簡直不像話了。那我必須要坦白講啊，這個納坦雅胡啊，他是一個納坦雅胡這個姓在以色列是很有名啊，因為他哥哥是突擊隊的隊長，然後在烏干達事件裡面就是說受傷以後被打到頭，然後就帶回来就是個屍體。那納坦雅胡自己也幹過突擊隊啊，就是也是幹過軍人，那個手段的極其兇殘。但是以色列這個國家非常有趣啊，以色列這個國家的話呢，他們長期來講啊，
我對這個事情稍微有一點認知啊，因為我在研究的範圍當中啊，我們這個裡頭哲學教授這個特拉維夫請來的人比較多，跟他們聊過。然後猶太人他們基本上有一個共同的一個國家安全危機意識啊。我曾經問過一個以色列的教授，在特拉維夫過來的，我問他說：“你們為什麼要對阿拉伯人這麼兇殘呢？”啊，他們開的玩笑都是非常兇狠的笑話。然后他跟我講說：“我們不能失敗啊，阿拉伯國家可以失敗一次可以再來，但是我們只要失敗一次，我們全國就完蛋了。”就這個仇恨就深到這種程度，所以納坦雅胡就是利用這種仇恨的這種程度啊。首先第一個的話呢，納坦雅胡呢就是去強調戰時的領袖的話呢，基本上就是為他的政治續命。所以說他在這個稍微大家有一點都停火的曙光一出現的時候啊，連那個川普這個講話這麼狠的人都會強調說，只要你說我贏了，我就可以接受這個伊朗提出來的10個條件作為談判的基礎的話，納坦雅胡馬上進攻了黎巴嫩，打死了245人，這個是有1天以內死亡人数最多，大家要搞清楚，攻擊的是貝魯特，是黎巴嫩的首都。然後第二點的話呢，就是對於納坦雅胡來講的話呢，他會動用美國猶太人的力量來牽制美國。你想退門都沒有，你要進來了你就不要想走。然後第3點的話呢，我必須坦白講，以色列也是一個宗教國家，也是一個一神教國家，甚至更瘋狂、更勇猛。所以以色列目前為止在國內支持納坦雅胡的人還真不少嘞。好，這個是針對於以色列的部分，我們看到至今遲遲沒有辦法停火。剛剛岳老師也講到了這個有關於民族仇恨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因素。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到現在川普壓力可大了，拉不住納坦雅胡之外，可是內部現在內政問題也開始失火了。尤其呢，最近美國正在擬定的是最新的徵兵制度，而且呢，擬定是說會不會12月就要上路？規定是這樣的：18歲的男性30天之內將會自動建黨。這個消息一出，是讓美國民眾非常的憤怒，網友就喊說：“要上戰場，那就先讓川普你自己的兒子巴倫上戰場吧。”那麼更尷尬的事情是，美國的這個戰爭部長赫格塞斯過去還嗆過年輕人說：“你們就是太胖太蠢，才不願意上戰場。”現在回頭他要這些人來上戰場哦。那另外一方面，我們剛剛也提到了嘛。這個川普內部的 MAGA 派現在也開始反對川普了，尤其是這一位具有代表性人物的保守派重量級人物，過去都是挺川普的，這個是卡爾森。我們看到畫面哦，他特別提到了對伊朗的毀滅言論，他認為是非常邪惡的，呼籲官員拒絕執行這種各種傷害平民的命令，直指川普有失智的風險，應該要解除他的職務。那麼也看到目前美國民眾對於川普的支持度，2個民調。第一個來自於 CNN 的民調，70%民眾反對川普再砸2000億美元打伊朗。另外一方面，路透社的最新民調，川普支持率跌到36%，當中經濟滿意度創下了2屆任期新低，還不如拜登呢。酈將軍怎麼看？首先我講一下美國的徵兵的一個情形哈，在美國大概在2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們是用徵兵的方式啊，他們那時候年輕人都願意上戰場去打仗。為什麼呢？因為日本偷襲了珍珠港造成所謂重大的傷亡，那激起所謂的這種國仇家恨，那有這種動力，所以他們願意去這個參加徵兵去打這場仗。雖然說2次世界大戰我們看到美軍在不管是太平洋戰場上面，或者是在歐洲戰場上面，都付出很慘重的傷亡代價哈。但是那個時候並沒有引起這個美國整個社會的一個反戰的情緒。但是2戰結束之後，美軍將徵兵改成募兵制，也就是說自願役。可是到了越戰的時候，由於在越戰上面，美軍又付出很慘重的傷亡代價，兵源嚴重的募的兵嚴重不足，他又改回徵兵制。那這個時候就美國很明顯的社會上面這個彌漫了一股就是所謂反戰的情緒。我們美國那時候開始，大家在這個起一個問號：我們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為什麼要讓我們子弟平白喪命在越南那個戰場上面？所以說越戰結束以後，他又改回所謂徵兵的方式哈。但是美國這個川普他的第1任的時候，他的國防部長叫艾斯培，他曾經寫過一本書回憶錄，叫《一觸即發》哈。我特別去看過這本書，其中這個美國國防部長講的徵兵應該是最正確的。這個他的回憶錄敘述美國徵兵的這種情形來講，應該是最正確無誤的哈。那艾斯培怎麼講美國的徵兵呢？他說美國現在符合這個18歲到25歲符合募兵，然後他講的是募兵哈，就是願意這個來當志願役的人數裡面，扣除掉
扣除掉就是什麼肥胖，就是這個赫格塞斯講的也沒錯，美國確實年輕人很多是有肥胖的情形，還有精神疾病的問題，還有濫用藥物的問題哦。扣掉這些人，還能夠參加募兵的只有1%而已，人數嚴重的不足。而且這1%，這個他是國防部長嘛，他還講說各軍種都在搶。美國總共有幾個軍種，陸海空陸戰隊啊，還有所謂海岸巡防隊哈，都在搶這些年輕人，就是徵兵廣告到處都是。可是他們徵兵狀況來講非常的不好，也是因為如果說是國無敵國外患哈，大概大家年輕人誰願意去當這種兵啊？尤其是說這個20次世界大戰到現在，美國發動的戰爭都是一些不公不義啊，不知為何戰，都是政客在打的仗。中東的那幾场戰爭哈，從這個美國大概20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只有卡特當總統的前3年沒有打過仗，其他都是在外面用兵，但是用的兵都跟美國國土平常講沒有直接關係，所以你這個自願去當志願役募兵的這種意願越來越低，那現在更是如此。其實不要講說美國自己兵源不足哈。所以他開始現在想要說，是不是必要的時候，如果說真的發生美國國家發生重大危難，兵源不足，他還是要開始恢復徵兵。所以他現在做這些徵兵自動的建檔，等於說為將來萬一真的美國需要大量兵源的時候預做準備了。其實不只是美國這樣，以色列現在也面臨兵源不足。雖然說以色列這個從軍的意願非常的高哈，他這個國土很狹小。但是現在他們很抱怨一件事情，以色列有一種正統的猶太人，叫哈雷迪猶太人。這批猶太人是不當兵的，你知道，他們不當兵，也不工作，也不節育，所以生的到處都是。然後他們薪水從哪裡來？是以色列政府付給他們的。那付給他們薪水，現在以色列自己因為兵源不夠嘛，他們這次為了打這個黎巴嫩南邊的真主黨，總共動員了40萬的預備役。這個我特別強調是預備役，就是已經是後備軍人。再徵調回來就40萬，那現役的不算，又徵調40萬，那你想想看，這個整個社會裡面也是會彌漫一股說是不公平。那為什麼這些他們自稱自己正統猶太人就可以不當兵？那我們就要被徵召回營去，尤其是在戰場上面哈，這個面臨的生死存亡，血肉橫飛的情形。所以以色列現在哈，這個也因為兵役不足的問題，也正在傷透腦筋。所以戰爭絕對不是好事，戰爭絕對會引起民眾的反感，也會影響民眾的生活。好，現在看起來美國方面是在未雨綢繆嗎？為接下来是不是也有更大的戰事要預做準備？所以有所謂的這個徵兵制。當然，美國民眾非常生氣，要川普的兒子自己先上戰場好了。針對此，將軍又怎麼看？我認為這個伊朗戰爭呢，美國尤其美國總統川普動搖了他的基本盤。我認為這個是個轉折點。因為川普本來還做得還可以，包含這個在1月3號去對委內瑞拉把馬杜羅抓到美國去審判，馬杜羅就是委內瑞拉總統。那到這邊還可以，但是後面就不行了。尤其是伊朗戰爭打4天，結果被人打了40天。換句話，在這個一方面，他沒有達到決定性的戰果。然後他現在面臨3股壓力，我認為這3股壓力還沒那麼容易解決。第一個，國際的壓力，你看這次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另外30個國家，沒有國家願意出兵去到荷姆斯海峽來，沒有一個要跟美國站隊的，因為他們怎麼認為？幫助美國就是幫助以色列，那以色列一直在屠殺所以他們不站隊。你看看，包含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西班牙那麼多國家都沒有站隊，全部都不站隊。本來還有點消息說立陶宛願意派2萬地面部隊去幫忙，後來也就不，因為大家要團進團出所以他這個消息也就沒有了。所以國際的壓力，這包含在這個亞洲的，包含日本、韓國也都沒有說要去幫助美國去在這個荷姆斯海峽來做疏通、來打通、來幫助，沒有，連後勤都不願意排，何況是正規軍呢？第二個，我認為面對的是國會壓力。國會現在，尤其是民主黨的這些參議員跟眾議員都出來講話了，那川普會不會有壓力？這是國會，國會是立法權呢，川普抓的是行政權呢，所以現在美國國會也在那講，你這個派兵的出兵的這種正當性、道德性，你看那個史奈德所講到的，那個歷史學者所說到的，都是負面的，道德性、政治性，你這方面都沒有做一個很好的一個妥處。也就是他倉促用兵，那國會壓力還會持續，因為什麼？他在國會就直接說了，對不對？就會引導這整個輿論了，尤其是民主黨的，共和黨還有人附和的。第三個，我認為是民調的壓力。
國內人民的壓力。你看他現在民調創造新低，就往下溜滑梯。那他壓力啊，你看吾往日啊，9000，我們知道啊，這個3000場啊，將近是900萬，就是將近1000萬人示威。No Kim， 我們吾往日。对，這些3000場次，将近1000萬的老百姓上街頭。对，你說川普他们會不會有壓力？你就是不對，我就是認為這樣子，你的支出就那麼低。現在美國的外債到了39兆，你還是發動這個戰爭，還要現在要增資2000億美元來打這個仗，老百姓一定不可能的嘛。我們的生活最重要，你管那個事情幹嘛？所以他面對這個山谷壓力，川普在這一方面，我認為會有增無減。所以他剩下的2年多的任期，我認為他的壓力會持續接踵而至。好，謝謝張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